大家晚，我是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1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我们要带你来看到是国际目前的最新情势了。这场战争呢，持续的在打，但是会不会变成一个所谓的长期战争？现在是大家在看的，就是南亚的火药库，好，印巴之间，双方呢已经把行动名字都讲出来了。那印度这边呢是说所谓的诛杀行动，空袭对岸9个地方。那巴国这边呢叫做坚不可摧的行动，是反击对方现在知道掉下来6架，而且是用歼十给它打下来的。那双方当然啦，你来我往，除了说有空袭之外，也还有无人机的攻击，以及呢回应了双方的军事设施的攻击。这一些呢，其实对于世界的影响立即性的是什么？是当有一方，比如说巴基斯坦这边，它空域整个关闭，因为被空袭嘛，它也担心有什么客机会出现这个所谓的危机事件的时候，所有的飞机就在下面，你去看那个航机图，就在下面那边绕过巴基斯坦这边飞来飞去，飞来飞去。因为呢，它其实会经过欧亚双方的航班，会因此而受到非常非常多的影响。而且呢，巴基斯坦现在的讲法是说呢，他们会发动这个军事行动，会涵盖印度全国各个区域，甚至呢已经打击了他们的飞弹储存设施。那至于呢，在印方这一边，当然也从不示弱，只是本来125架，双方加起来125架的战机，在对峙的时候都没有越过领空，也没有越过雷池一步。但现在传出来的是，巴国的战机呢已经进入了印度的领空。这是巴国军方的消息人士讲的，说呢他们正在对印度的一些包括了古吉拉特邦还有安巴拉等等的地区的空军基地发动空袭，而且呢是已经进到了印度的领空了。好，这一些的内容就让大家担心的是，战事会不会持续的在升温当中，没有办法给它停下来。在无人机的部分呢，其实双方用的是不一样的系统。好，带你来看到是在印度这边，印度这里他们所用的呢是以色列产的。以色列呢，它的这个无人机其实蛮厉害的，世界知名。那至于在巴方这边，它用的是土耳其产的，叫做游骑兵无人机。到底哪一个性能上面比起来比较厉害？等等，我们请专家说给你听。但目前呢，也有人说巴基斯坦是不是因为双方飞来飞去，你来我往嘛，就拿客机当作盾牌，甚至呢以飞弹还有无人机攻击印度。时间点呢是在5月8号到9号，也就是前2天的时间。说呢他们部署了300到400架的无人机，然后直接呢去空袭印度的空军基地，甚至呢他们讲了说，基本上他们是没有关闭领空的，拿民航机来当作盾牌进行攻击，让印度这边想打，但是不敢打。好，可是呢，双方现在打了这几天，要战果出来了。巴基斯坦他们其实举国很关心这个战情，包括了除了打下了6架的西方的战机之外，说过去2天总共是击落了77架的印度无人机。那两边都是算核武国家、永和国家，这打来打去的无人机大战呢，也让大家看到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也就是说呢，第一要精准打击，第二呢，其实都是无人在比数量以及在比战术，还有一个就是整合能力。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到底谁的整合能力会比较好呢？巴基斯坦这一次他们所出动了枭龙战机，所以也摧毁了印度的 S-400防空系统。枭龙是中方给的，好 JF-17。那如果说呢，可以摧毁 S-400的防空系统，这是俄制很厉害的一个防空系统。那大家就会想问，是不是表示这个双方矛与盾的对决，现在呢在整个包括了军事界，包括了航空界，都会很在意这一些的实战讯息。而另一个部分呢，则是巴基斯坦这边这次所用的，因为 F-16被关掉了嘛，所以他们所用的所有的这个系统，包括从他们的红旗9B，然后防空系统，然后呢到他们的战机，先前传出来是用歼十来作战，然后所搭载的是所谓的霹雳15、PL-15的飞弹，那可以透过这一套以及空警机这样一套系统，变成一个4维度的作战。但是呢，在西方这一边被打下6架战机，很多人都在讲了，是因为呢，印度这一边比较多，就是各个，比如说有英国的啦，有法国的啦，有美国啦，不同的一个大合体之后呢，它很难做到一个完全的整合系统。有没有可能呢，在这一次已经变成一个军武实验场，让大家看到了，原来其实陆制武器现在的实战战力是这样的境界。所以回过头想请教一下彬哥，您
会怎么样来看？双方已经呢把它列为一个行动名称，那表示短期之内他们应该没打算简单放过对方。其实这一次印巴之间的冲突，本来大家认为说，就是印度大概觉得自己会赢，赢定了。对，因为他一直觉得他自己不管在数量上啊，在武器的先进程度上都不会输给巴基斯坦，所以他觉得他自己赢定了。巴基斯坦过去被认为最强的武器是 F-16，可是 F-16美国封印了，不准他对印度使用，所以印度一开始等于趾高气扬，觉得说他大概我会打得你没有办法还手，因为过去印巴之间4次交战，印度是3胜1和，对，所以他觉得他赢定了，结果没想到好像事情发展完全不如他所预料，那所以他现在开始就是有人机既然吃瘪了，那我就用无人机来对付你。那实际上这是一个未来战争的趋势了，因为有人机损耗太大，而且都是高单价的东西，那只要一被击落就有人命的损失，所以不如用无人机会比较 OK 一点。那可是双方都用无人机的话，就会出现一个状况，这个时间可能会拖得很长。对，也就是双方不断的用各种方式，反正没有人命的损失嘛，那就是不断的想到就来袭击你一下，想到就来袭击你一下。那现在所有的防空系统呢，对无人机的防御力都不是太好。是，其实不管是在俄乌战争也好，或是最近以色列所遭受的空袭也罢，你会发觉就是无人机很容易就会闪过防空系统。那防空系统就算有效拦截无人机，通常成本也都太高。因为无人机本身很便宜，可是防空系统本身飞得很贵，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划算的一个战争哦。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双方可能就会把这个冲突拖得很长。可是最让我讶异的一点就是，过去这种战争只要一旦发生，美国一定会积极介入调停。结果没想到这次美国居然放弃，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啊！我觉得美国现在正在自动拱手让出他的世界警察的这个一个地位，那这可能是川普的一种新思维，觉得啊，你们两个国家就是要打，你们又都有核武啊，我介入可能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处啊。那我讲了你们又不听，那干脆我不讲了，你们就自己看着办吧。可是我觉得美国这个策略是错误的，因为你这个策略等于拱手把这个未来这个南亚这一带的地位你让给中俄，因为未来他们毕竟还是需要调停。那美国既然退出的话，未来调停大概就变中俄的事。那你等于自己退出了这个势力范围，我觉得这个以过去美国的战略部署来讲，这是非常难以想象。可是美国居然这样做，那对中俄来讲的话，他们就是未来会积极介入。那当然，现在印度因为他失了一点面子嘛，那印度是非常要面子的国家，所以我相信他会拖长一段时间。可是这个冲突大概会慢慢降低，我认为，然后最后大概解决的方式就是联合国介入，然后来去做一个解决。那我觉得这个对人类都是一件好事啊，就是尽量不要让冲突更扩大。那可是这一次，因为以各方的证据显示，大概真的就是这个霹雳15击落了达索的这个标风战机。对。那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就显示了中国大陆过去武器长期被人家认为说它就是比较低阶的，只是比较便宜，所以才能够卖到世界各地去。那现在表示它的水准也不在其他国家之下。那甚至在某一些程度上，它是有优越性的。那我觉得这场战争直接的反应就是，未来第3世界对中国大陆武器的采购可能会大幅增加。然后甚至这一次，因为刚好习近平到俄罗斯去嘛，那有29国都来去庆祝这个卫国战争的80周年纪念。我相信很多国家大概就会开始私底下跟习近平接触，大概开始对中国制武器会很有兴趣，因为他从过去的只是 CP 值很高。现在变成它有实战的记录了。那任何武器都是这样，只要一有被实战证明说它是经得起考验而且可用的，未来它的价值都会大幅提升。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中国大陆的军工业来讲，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可是相对来说，法国军工业大概心里头就很闷了，因为现在达索一直在告诉大家，是印度人不会使用，是印度人自己训练有问题，才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我觉得未来大概也只有在靠另外的实战，才能够帮标风扳回一城。所以吴契奇现在应该很开心了，就是让谢谢买红旗买对了这样。但我想请教一下厉将军哦，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第一，刚刚我们看到的是骁龙，其实上一波呢，在看到巴基斯坦他们对决的
首要第一次的时候，我们讲的是歼10哦，歼10。那现在看到了骁龙也起飞了，甚至还打过了 S400。这其实对我们来讲之后，他就想说，哦，原来卖给他的骁龙可能是降规的，但是有办法可以摧毁 S400吗？那现在进入到无人机战争，你怎么样来看两边战力？我想哈，这是这个57印巴空战啊，可以说是一场教科书级的一场空战哈。那现在的空战凸显出来的不是1对1的单打独斗，而是一个整体的作战。那我想说，我用比较简单的方式讲给各位观众来听，好让大家都听得懂。我不要用专业的术语讲。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起作战哈，这个兵哥他是红旗9这个指挥官哈，他的雷达可以看很远，可是他的导弹只能打150公里哈。那他在300公里之外，他雷达已经看到敌机了，可是他的飞弹打不了那么远，打不到。那譬如说杨教授哈，杨教授他是后面预警机，那他的雷达也可以看很远，可以看到400多公里以外的敌机，不但可以看得到，他可以引导飞弹去锁定，可是他没有飞弹。好，那我变成战机，我有飞弹，好，可是我不晓得敌机在什么地方，因为我雷达很小啊，大概只能搜索200公里的一个距离，那我不晓得敌机在哪里，哈。那比如说我们摄影大哥，他是电战机，他可以去干扰敌机，可是他没有导弹啊，也不晓得敌机在什么地方。好，这时候我们4个人来讲的话，叶颖你是指挥官哈，那我们就有一个叫做Apple 手机有一个叫 AirDrop 那种功能啊，我马上把我的资讯啪一下一传到你那边去。当然 AirDrop 只能在我们这个室内这样传了，但是它大概就是400-500公里这种空间，它马上传给你，你一看啊，所有资讯，这个我们的电战机在哪里，我们防空雷达在哪里，我们的战机在什么位置，那你马上下命令，这个兵哥，你现在来讲，你负责防卫首都，地面作战，敌人飞机150公里，你就用你的红旗9飞弹打他，然后你将杨教授就跟他讲，你引导这个厉将军的飞机的飞弹，好，你将他飞弹射出去后，你帮忙引导去打中这个印度的这种阵风战机啊，然后他请摄影大哥的电战机，你叫他电战机来讲的话，就实施电子战干扰，将他的这种对方的战机屏幕，而且你会引导他到什么位置去？因为你指挥官，你看到敌人战机在什么位置嘛，你就叫你到那边去，你把你的这个电战系统、电子战来舱打开，让他这个雷达幕上面雪花片片。之后你指挥我，譬如指挥我底下可能譬如说有2个中队哈，第一你就会跟我讲，第一中队你去打这个阵风战机啊，第2中队你去打俄罗斯的苏30战机，就不会说2个人去打一个目标，或者是3个人去打一个，有一个目标没人打，所以大家任务全部分配好了，这叫什么？叫打群架，你知道？就是所有东西，那所有的系统，这叫做 link 系统。所以我们几个不管是电战系统、雷达系统、防空系统、战机系统的资讯全部传到你那边，那你可以统一一起来指挥来做任务的分配。这是这场空战为什么这个巴基斯坦哦，它虽然说用歼10比较老旧型的战机可以打败法国的战风战机，那反观印度这时候它的所有武器系统它就没有那个 link。我讲明了就是没有那个 link。为什么没有那个 link 呢？它譬如它的雷达是以色列制造的，它的战机是法国制造的阵风战机哦，然后它的这个防空武器或者是其他的飞机是俄罗斯制造的啊，这个。它的防空飞弹是俄罗斯制造，那这些系统，它如果说没有办法整合在一起，其实也不可能整合在一起，因为各个国家发展它的武器来讲的话，它一定有自己的独门的诀窍嘛，哈，这我一定不会分享给别人，尤其是说里面一些细节晶片来讲，不会分给别人。所以我认为这场战争哈，就是代表未来空中作战的一个这个教科书模式的作战，那绝对跟以前所谓2次世界大战我们印象中，或者是我们看这个捍卫战士汤姆克鲁斯在空中这个狗斗那种场面大概就不会出现，因为双方距离在160公里之外哈，所有导弹发射完以后就射后不理，就各自回到各自阵地。但这场战争我们看到今天继续在打，我跟你讲哈，我预测，而且我认为说巴基斯坦一定会乘胜追击，将所有制空权全部夺取来，夺取完之后，他紧接着就会发动地面作战，然后将克什米尔这个地区，如果说是整个夺回来，然后才能够掌握到他尔后自己的用水权，所以莫迪准备下台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真的是另一个战场了。来，永明老师，战场就是这么残酷，这么现实啊！假如说我打赢的话，我为什么不乘胜追击？我留一口气给你，你活回来怎么办？我一定打到你喘不出气来。所以你后续来看，你不要管他们政客讲什么话，你看军队这时候在做什么动作，就一直不停的在打。是，来，永明老师，那我就来当政客讲话。巴基斯坦过去这24小时，不只是说双方这个无人机相互的交火，那飞弹相互的这个就是对射，彼此在这些旅级的指挥部、空军基地、机场，大概都是被这个遭到攻击。对。那巴基斯坦甚至他还使用就是枭龙战机，枭龙战机叫 JF-17，是巴基斯坦跟中国大陆这边一起合作的。这个报道上是指击毁了印度 S-400的防空系统，是。同时也另外一个讯息也指出，巴基斯坦这边已经瘫痪了印度的电网，造成印度大区域的停电。是。那可是呢，巴基斯坦另外一方面呢，它也在就是召开一个叫做国家指挥机构。那国家指挥机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准备动用核子武器进行战争的准备的这样一个指挥系统。那这个要由总理、国防部长。那现在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开始做这个意涵是什么？做这个意涵其实大概就是准备就是核子贺主因此他已经在思考到就是可能避免战争变成真正的核子战争对方如果用我，当然也会回击了。那现在双方都这个在过去都强调不会使用第一级，所以呢，某种程度的核子贺主一直都是过去连续多少次印巴战争到克什米尔冲突的最后的一个就是防线，也就是贺主线，也就是双方没有再扩大，那都大概到了一个情势之后就是降温。但这一次跟过去不管是3次印巴战争，还是上一次的2019，那规模都要大得多得多了死亡的人数已经在过去这几天加起来都超过可能接近100人了那当然5月7号那个空战，那是一个从中国大陆而言，这个大概是他们是说已经鸦片战争之后的历史性时刻。就世界的空战而言，大概是1982年第5次中东战争之后，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的空战之后的一个真正所谓的空战。之后你看到什么阿富汗呢，或者是伊拉克，或者是南斯拉夫战争都没有发生所谓的空战。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双方现在已经进入到乌克兰时间，也就是说相互的有点在报复扩大这个伤害，但是呢在准备最坏的情况，但这个最坏情况也代表一个停损点，因为没有一方能够去负担起就是真正的进入到核武战争。这个时候当然你就看到没有大国的真空的权利事实上是危险的。大国这个时候，尤其是双方都有核子武器的时候，所以大国这时候赶快介入。那川普当然你不做世界警察，其他的大国我就看到应该要准备开始要讨论这个议题，否则的话，权力真空的这种战争扩散会很危险的。包括什么？包括现在呢，其实在这个俄罗斯啦，俄罗斯中俄普京还有习近平谈了3.5小时，到底他们有没有讲这件事情啊？因为印度跟普京比较好嘛，巴基斯坦跟中国比较好，我们等等就来看看红场这场阅兵。好，我们讲到了昨天呢，看到习近平还有普京2个人一起坐在红场干嘛阅兵啊？主要呢，当然还是庆祝这所谓的欧战胜利啦。红场胜利日阅兵，说雅尔萨斯导弹等大批的武器通通亮相，军事迷呢是看得懂的人看得很开心，还有象征之一的 T-34的战机也来了，然后呢，重型的喷火系统也来了，现场呢还有锦葵轮式自走榴弹炮，好，这一些通通都是昨天在红场阅兵的一个重头戏。除此之外，每一次的阅兵除了要看战车、战机、飞弹、导弹之外，最重要的当然就是空中了。中场的时候呢，看到了苏凯25的攻击机飞越了克里姆林宫，还有圣瓦西里大
教堂，然后在莫斯科的上空呢画出了俄罗斯国旗白、蓝、红3个色彩，为阅兵仪式画下句点。这一次的阅兵到底哪里特别？除了说呢，习近平本人坐在这个看台上面，你看跟普京两个人交头接耳聊聊天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解放军这一次也来驻场。好，同时呢，你来看看这个画面，这个呢是他们的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高唱着游击队之歌，以及呢跟他们俄罗斯的少年军方队一起合唱歌曲。那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中俄之间的情谊大概就是您所看到的画面这样一般融合。这一次普京在阅兵的演讲当中，当然啦，习近平都来了，一定要对不对？给人家多说个几句话，所以呢，特别提到了中国，说他高度评价盟军，还有勇敢的中国人民要为共同斗争所做的贡献来努力。那么这一场呢，大家说他们两个人其实很好。那美国呢？川普没落下，他透过幕僚来跟普京作为祝贺，只是中俄这么样的近，大家也要问是不是逆季心急了？原因是因为呢，先前季心急的想法就是联中制苏，也就是联中制俄嘛。那如果两边很近的话，那之后会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到底中俄之间叫无上限，还是叫走钢丝？毕竟啊，其实在俄乌战之前，莫斯科这边跟中方北京这边，他们心中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间隙的。但是呢，现在俄乌战打完之后，变成了莫斯科跟华盛顿之间那个不信任是非常的深。所以现在是不是真的彻底难以逆转？即便说总统已经换成川普了呢？而全面提升的中俄关系，现在也全面的在一起反美了吗？因为呢，他们的共同声明当中就特别提到了批评美版的铁穹这个呢其实是川普非常在意的一个，说美国版的铁穹要把所有的美国境内呢全部都笼罩在一个防空系统下，认为这个是他在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绩。但现在呢，习近平跟这个泽伦斯基呢，跟这个普京呢，两个人已经直接的说，这个东西呢会破坏到区域的稳定。同时，这一次大家也要问的是，他们谈了3.5个小时，应该会谈到俄乌战吧？俄乌战这边呢，最新的进度是美国、欧洲希望能够没有条件的休战30天，不然就要祭出新的制裁了。而川普呢是希望中方来帮忙协调俄乌停战。好，这个部分呢，他的讲法是，希望啦，我想会的，只是这个会的有没有具体的行动，还真不知道。习近平呢，他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的讲法是希望一切政治解决。那普京当然说很好啊，我也觉得这样子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只是习近平这一次这么样的大动作来到了莫斯科，跟普京两个人同桌而坐，一谈3.5个小时，有没有可能让他原本希望拉拢欧洲一起呢，在关税议题上找到一个点来突破，然后共同抗美这样子一个战略思考蒙上阴影？好，这个是后续大家在观察的一个重点。所以回过头想请教一下彬哥，您会怎么样来看昨天中俄双方领导人一起在红场阅兵？那这一件事情确实啦，在地缘政治上它象征意义是非常明确的。其实这次阅兵当然就是俄罗斯第一个是纪念卫国战争80周年嘛，那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表示经历过俄乌战争之后，俄罗斯重新再起了。其实这就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然后有29个国家去了。那其实这29个国家去之前，美国其实都有对他们警告，就是你去的话，你给我试试看。但是问题是这些国家还是去了。显然，其实俄罗斯这次的，即使面临西方的制裁之下，还这么多国家去，代表什么？代表美国跟欧盟在全世界的影响力就是江河日下。其实他们的影响力正在减退当中，而且减退的非常的明显。那当然，我知道很多人又在凑说 T-34这一种老掉牙的东西还拿出来阅兵，表示俄罗斯国力已经不行了。你们真的是不懂历史，就不要出来胡扯好不好？T-34在当年是一个划时代的象征性意义，因为第一个它是全世界第一个斜板，它的前装甲是斜式的，它可以大幅节省空间，不需要那么重的重量，可是防弹效果还特别好。这个是当年一个非常崭新的一个设计，它以此象征的它在整个对抗德国的战争中扭转形势的一个局面。
所以这是有纪念意义的东西，不是像你们想的这样，不是老古董故意拿出来。那再来，我必须说，俄罗斯跟中国大陆的紧密结合是我们现在有目共睹了。这个显然是违反美国的利益的东西。对。可是这就是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的，就是即使发生了俄乌战争，当时拜登应该积极去笼络中国大陆，然后中美联合去压制俄国，这才是比较正确的战略做法。结果拜登选择了一个很奇怪的做法，就是同时去对中国大陆跟俄罗斯施压，结果反而造成了中俄现在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我本来以为，因为川普一直说他跟中俄之间感情都很好，对他一直这样讲，我以为川普上来的时候应该会想办法去裂解中俄之间，结果不是，他现在不仅没有去裂解中俄之间，还把欧盟也推向了中国大陆。这个是我觉得最不可思议，这个完全犯战略上的严重错误。可是美国好像就是继续这样做。我也不知道川普的脑袋到底在想什么，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一个做法。那现在俄乌战争还僵持在这个地方，那川普说，如果他们不愿意停战的话，他要给俄罗斯进一步的制裁。我就想问，你还能制裁他什么？你不是该用的都用了吗？你还能制裁什么东西？你觉得这种嘘声恫吓，俄罗斯会在乎吗？所以我觉得，你越是喊出这种苍白无力的说法，反而是越让普丁知道你已经没有筹码。你没有办法跟我玩下去。毕竟现在在喊这么一件事情，对于普京来说，因为他也撑下来，他撑过最难的时刻，这个真的对他有伤吗？但想请教一下厉将军，您怎么样来看？因为呢，在中俄双方这次也谈了3.5个小时嘛，谈的东西非常多，也谈了很多的合作，军事上面其实是大家最在意的。是。我想说这次来讲的话，这个川普跟习近平来讲已经是第3次的见面了。第一次是双方用视讯会谈啊，之后2次都是利用这个金砖会议啊，或者是这国际在一起的场合里面有见到面。那我想说，今年来讲还会再见一次面。今年再一次见面，下一次见面应该就是换这个中国大陆他们做阅兵的时候，93军人节做阅兵的时候啊，这个我想普京应该会来参加。所以每一个国家阅兵来讲，它有它几个意义在里面了。第一个当然是一定有一个主题，纪念的主题。那大家很奇怪，现在来讲为什么这个英法这些国家都没有什么所谓的阅兵反而俄罗斯跟中国来有阅兵？因为在2战的时候，中国跟俄罗斯这个伤亡的军民人数最多。俄罗斯在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总共死亡的人数、阵亡的人数有2700多万人。大家去看看俄罗斯现在人口多少？它等于将近有1/4的人全部打仗打死了。那我们中国也是一样在对日抗战的时候也是牺牲了很多的军民同胞，而且都是用很劣势的武器去对抗那种新兴的强权。所以刚刚讲到这个 T-34战车它是所以会走在第一辆，就是那个时候二战的时候，其实我们经常讲坦克大决战，对，坦克大决战不是在欧洲打的，也是在库斯克打的，就是现在在打那个地方库斯克。那时候就是 T-34战车去对抗这个德国的虎式战车，那等于是说实力悬殊相差很多，完全以现在来讲等于用肉体去抵抗枪炮一样。所以他们为什么一直把 T-34战车一定走在第一辆？有它的历史，就是我们那时候牺牲奉献了很多那第二个我看到阅兵，第二个特色当然是这个要展现军力了。展现军力有2种，一个是有形战力，一个是无形战力。有形战力就是各种武器，我给你们其他这些国家看你看我这核导弹，这个或者是说这个超高音速导弹、战机、大炮或这些东西，有形战力。无形战力就是什么？你就看它正部分裂。你就看得出来这个部队有没有训练过，有没有战力。大家仔细去看，我讲一个有无形战力，大家可能比较抽象。可是我特别要强调，你现在看解放军这一次的仪仗队的表演之后，6月14号马上我们就会看到美国的阅兵你这2个国家摆在一起，你就发现一个是军队，一个叫保安部队。这个大概你就会看得出来，这个部队的这种精神战力在什么地方所以最后来讲，我讲一个，就是说俄罗斯很有意思，它所有火炮它这么大辣的国家，这么粗鲁的国家，用的这种火炮，就都是鲜花的名字。你看锦葵，对不对？这个花信子、康乃馨、牡丹几乎它所有火炮都是用这个鲜花来命名。这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但我们就想请教一下杨老师，您会怎么样来看？因为中俄2个在一起，确实大家想问的是，川普难道不担心吗？新的大国政治已经确认了。
然后呢，多极的格局，我觉得已经开始出现了，也就是美中俄欧啊，然后呢，基本上是激突美中之间的全面的竞争对抗。这个我们都看到，在关税战、贸易战，在亚洲，然后俄国在军事层面，然后欧洲呢，其实就是在整个地缘跟经贸、科技层面。可现在关键是，川普上来，他乱了那套局，也就是各自把自己的盟友给抓好，结果他现在开始在进行谈判。这一场红场上的阅兵，我们就看6月14号，川普自己阅兵怎么样把它扳回来哈。大家都在看这个，那一定会比较嘛，因为时间这么近，对不对？美俄过去对不对？从这个，尤其这次的阅兵是什么？是2次大战，对，然后之后是冷战，那就是美苏到现在美俄，那就是军事层面，他们2个国家个别分有5500枚的这个就是核子弹头，所以它会比较6月14号跟今天的这个差别。那但是呢，关键还是在中美之间，所以中俄这一次的合作，第一个它是一个战略合作，也就是5500枚加上500枚，中国大陆因为美国说它有500枚，就是6000枚核子弹头，就代表了核子贺主，这个是大国政治当中的重中之重，这个绝对是第一个考量。那他们经过了这个几年的过程，尤其俄乌战争呢，把这个事情再确认，这个很重要。第二个就是政经互补。你知道，他去年2024年中俄的贸易额来到2450亿美元，这个第一高啊，历史新高。然后呢，双方彼此贸易额都差不多，反而是俄罗斯这边出超大概140亿。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原油、矿产这些东西呢，进入到中国大陆，事实上相互的互补。也不要忘记了这个中欧班列，所以政经上的互补很重要。第三个，欧亚大陆它的重心。因为2个国家加在一起就变成一个欧亚大陆的连结。如果你再把中亚、西亚，甚至连往外扩散一点中东跟这个东欧的话，这2个国家所代表的地缘政治就代表了新的欧亚大陆的这种再连结。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新的格局的出现。那但是呢，川普好像显然无心于此。那可是呢，别的国家可能会有点急。我猜大概一些他的盟邦国家会比较加速跟美国在谈贸易协议的进展吧。俄乌冲突战争还没结束呢，另外一场战争画面又出现了，全球震撼，那当然是印巴的冲突。那目前打下来最新的情况是中巴有个枭龙战机击毁了印度的 S-400，很多的这个形容词叫做是中美军武的大对决，在空中提前的校阅了双方的战力，其中呢有印军2个战机的这个战机师被俘了，其中一架印军的战机直接坠毁俘虏之外呢，其实翻译叫做阵风啊，另外一种叫飙风啊。以中文来讲叫飙风可能比较厉害，叫阵风一阵风吹了就没了，对不对？就是飙风的战斗机直接这个飞行员被抓了，而巴基斯坦宣布展开军事行动，瞄准的是印度的很多个地方，叫做坚不可摧行动，成功命中摧毁了印度的6座主要空军基地，来回应印度的公然侵略行为。而印度的官员回应，所有巴基斯坦的攻击呢，印度武装部队都做出了适当的回应。回应是什么呢？各自也都有各种的宣传。其中巴基斯坦说，对印度发起了网络攻击，这种网络的断网行动，直接让他们国内的70%的断网瘫痪。哇，这如果在台湾的话，好像不用攻击就会断网了。那印巴冲突有3个空军基地是遭到印度导弹袭击，印巴方也宣布马上还火，而且也关闭领空，造成了很多航空班次都受到了冲击。巴基斯坦的新闻宣传的部门部长说，印度飞弹已经被巴基斯坦的空中防御系统成功的拦截。巴基斯坦宣称摧毁了77架的印度无人机，就100多架的空中战斗机的缠斗，哇，那个很多人在形容是前所未见，这几十年来第一次看到这种空力战力的这种对决。那个巴基斯坦的空军发言人，他这段谈话非常有意思，他直接像我们政论节目一样，把整个背板拿出来，告诉大家6架飞机我们哪里被发现，哪里歼灭的，听听他的谈话。
broad guideline that the Pakistan Air Force air defense system is pretty capable of handling high-speed, long-range vectors, even hypersonic weapons. So this should be pretty comforting to everybody inside Pakistan. 这就是它的背板，它谈完了是他们的这个高速远程导弹如何锁定的过程。这6架飞机在怎么歼灭的情况之下，只要一被系统给锁定之后，就可以立刻发动了各种的高速远程导弹打下来，直到他们在光点上消失了为止。他们的解释在这种形容词叫做战果的证据，更是表示预警机加雷达的精准掌握，才能够有这种电子身份被标记的过程，同时更展现了这个新一代的这个战争模式啊。除了空中的战力无人机之外，另外一种叫做重点的差距，不是飞机，不是飞弹，是空情保障能力吗？或者是对于资讯掌握战才是决胜的关键？其中空军损害了被打下了5台战机啦因为这个是印度过去的飞机一直都形容非常很厉害的他们是不是真的尽力了？这个形容词比整体上空中进攻的2019年两国冲突的时候，大家说好了有进步了啦哈。但不同的地方是哪里呢？这次面对巴基斯坦引用的这个预警机引擎歼10的系统，还有PL-15E 的导弹，在100多公里以外就可以发起远距离的示镜的拦射，是他们从来没有碰过的案例。所以5架活生生被打下来。印度方面也说，我们也很厉害啊，我们有航母主导对于克拉什的这个攻击。其中这个5月8号宣布这个攻击的辛都尔行动了，是由国产的苏联什么战斗群主导如何攻击，造成了严重的损伤。结果后来发现，这个地方这个画面通通是假的。那包括了克拉什这个民众在网络上的反驳说，这里没有受到攻击啊，怎么回事？所以我们还是形容飙风好了啊，翻译阵风还是弱了一点。飙风战机是不是真的优于中国歼20？这是过去曾经印度官方讲过的话，声称呢飙风是第4.5代的战机。那中国的所谓的歼20是第5代战机，可是飙风绝对有足够能力对抗，可是这次被打下来是歼10就把它打下来了，所以直接战力就一目了然。那4代机打下来的所谓的飙风系列，对于印度来讲，可能也是重大的面子上的挫伤。将军，你想想看嘛，飙风战机在中国大陆的先进机种里面排名到第4、第5，这上面歼20、歼16、歼35，下面才歼10，对不对？那排名第4的把你欧洲排名第1的飙风打下来，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战果。但这个问题是不是飙风太差？不是，这场仗输的不是飙风飙风是被击落的，输在哪里呢？作战系统的问题。等一下我慢慢讲。这次空战最特殊的。2国的飞机出动这么多，将近100多架，就是双方都有机群啊，不是一架。是这个机群都在自己国境内飞，为什么？以前有过飞行员被对方俘虏，被拿来做大宣传啊，这是不愿意空军被击落的时候掉到人家的领土里面。第二个，现在双方都有4距外射击的飞弹，空对空的飞弹。以前呢，大家看电影都是 dogfight， 2架飞机追来打去。现在的飞机都有4距外，200公里、300公里就能够攻击你了。对，所以现在的空战可能双方的飞行员都没看到对方的飞机，就开打了。那这次战果通常都是虚报的，像印度除了会吹牛，还会他妈骗人。所以这航母的一个战果，结果是一个假的照片。好。印度空军被击落5架还是6架？6架，他不承认。结果巴基斯坦把荧幕上的光点拿出来看，荧幕我知道，我们也看过雷达。雷达的光点，自己的飞机有自我识别器，就是表示我是印度的飞机，或者我是巴基斯坦的飞机，它有识别信号。所以这个光点是代表巴基斯坦的飞机，另外一个没有显示的就是印度的空军。当双方一接触，对方的光点消失了。因为这个光点可以标示出你的高度，你像我们那个飞机失事啊，塔台都知道，因为你的突然从3000尺、5000尺下来不见了，所以这个已经巴基斯坦可以拿来当战果，对不对？那另外很多方面，有的空照里面看到残骸什么的也是战果，
第二个，为什么标风会输？标风是目前欧洲要从整个欧洲军备里面首先考虑要买的飞机。那飞机本身不差，但是你要说比得过歼20，那也夸大。你毕竟是4代半，歼20是5代，而且中国还有6代，对不对？所以标风只能说是4代半里面很优秀的战机。照理讲，像这个歼10C 应该等次还比它差一点，但这个仗为什么有这个胜负呢？因为这个仗不是飞机打的，是巴基斯坦利用中共给他的红旗9防空飞弹放在边境上，红旗9的这个雷达收缩面很宽，那很早就获得敌方空军的资料，你的高度是多少，飞行的航迹什么，然后由红旗9把这个链路的讯号给了巴基斯坦的空中预警机，空中预警机就把这个资料分给巴基斯坦所有的空军，敌人的飞机在哪里，经纬度在哪里，高度是多少，航速多少，这些给了巴基斯坦的这个标风战机，这个歼10C呢，他就拿出霹雳15，霹雳15的射程很长，超过标风战机的射距，所以他在很远的地方就把标风给干下来了。那标风为什么会输呢？因为标风并没有跟印度其他空军有 link 联络啊。你看啊，印度的飞机里面包含有苏凯，包含有米格，包含有 F16，包含有标风，还加上它的光辉，5种不同系统的战机。飞机啊，要靠什么东西连 link 来连的？比如说我以台湾的经验，我们的 IDF， 我们的 F16都是跟美国同用的 link 16，换句话说，信息可以互相传，快速的交换。可是你买来的幻象就不行了。所以这一次法国的标风就跟我们当年的幻象一样，它跟别的链路都没办法连，那不就忙了吗？对，忙了。所以飞机本身不错，碰上中国大陆这种系统性的攻击，它除了有红旗9的资料，还有空中预警机雷达的资料，还有卫星的资料，所以这个标风，这个霹雳15的飞弹飞这么远以外，它的精度会很高。为什么？有3方面的资料控制它。它还到了最终端的时候，把前面的雷射的雷达的这个雷射的这个镜头打开，锁到最后目标，更准，精准。所以这是为什么印度完败的原因，不是因为你的 link 不齐全，link 不齐全，标风就变成单打独斗，所以这个时候输了。另外，印度的 S400也是好的防御系统，是苏联给他的，但是为什么会被巴基斯坦打中呢？因为巴基斯坦的枭龙战机带了一颗飞弹，什么飞弹呢？反辐射雷达飞弹，就是说你的防蓝系统的雷达打开，根据你的雷达波，它这个飞弹就跟着雷达波下来，就把雷达给打掉。所以问题就是说又忙了。对，红旗9跟 S400都是很好的防空飞弹，但是你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关，那里面有技巧的。你一直开到，你就一直被人家瞄了，被打中。所以这一场战场代表未来的空战会改观了，就是说大家都是用遥距离作战，那等到将来 AI 再好的话，驾驶员可能都会被替代。那现在为什么还保留？你知道培养一个飞行员，官校4年，出来还要5、6年时间才变成一个成熟的飞行员。这个时候他能可用的年龄到40岁只用到15年，划不来的。所以我讲迟早飞行员会慢慢被替代掉。无人机的再进步的话，就会被替代掉。那这一次巴基斯坦能打掉这么多无人机，有2样东西，一个是电子干扰器，让你的所有的无人机啊都失去了 guidance， 没有了信号联络。第二个就是空军追着打，因为无人机毕竟航速慢，那空军用机炮、机枪就可以把你干掉，所以你来的群数很多，一架飞机也可以干掉很多。所以这场战争大概基本上的结构就是这样。是这样，燕老师哦，现在印巴的冲突，我们不知道各国都想要参与调停，但现在看起来战事还在扩大当中，没有要停的意思。怎么看接下来的冲突发展？
OK， 这个要停真的有点困难哈。我先讲一下，我本人的眼睛非常好，从小就想考空军官校，所以我是空军子弟啊，在空军眷村长大的，当然有非常多飞行员的这个邻居朋友。那么小时候看了一部就小学的书，我以为我看到小学课本叫0:6，6:0嘛，《笕桥英烈传》高志航，那我崇拜的对象啊。到底6架5架？我这样分析好了，其实看那个地图，他不是那个空军记者用个背板在讲解吗？其实那个地方很特别啊，他们所以会有这种仇恨记忆啊，这么多的仇恨事件，就是这个地方造成，这叫克什米尔，对不对？克什米尔是5架。但是有一架在南边，仔细看，这南边是印巴真正的交界，中间是克什米亚，因为克什米亚这个地方比较特殊啦，所以基本上我们就称叫6架，就是6:0哈。当然我们不实际看，我们都是从报章这样看到的。不过当然我就讲一下说，这个他们不会马上停，原因非常简单，克什米亚的问题发生在哪里？就在1947年就已经发生了。8月不是英国退了以后，他们不是分治吗？分治2个独立以后，克什米亚属于谁都没有属于谁，所以大军当时也是有自主权。重点来了，2个月后呢，巴基斯坦呢有一些攻击这个克什米亚那边，结果大军就说，哎呀，他要让给了印度，结果这时候。重点是人民是不是完全要让？不是说大军说了算，他有60%人几乎都不愿意，所以人民的意愿还有宗教的问题，里面穆斯林的人非常多，他也是靠近巴基斯坦，这也非常多。当然，在一阵子打来，就打到了49年，当他们停火了，虽然停了16年，从1949年到1965年之后，又开始不断的来来去去，尤其在2019年，尤其又到现在更激烈。这个仇恨记忆太多，你觉得他们会马上停吗？当然就会不会停了哈。当然，我觉得比较好笑的是，记得我好像听到川普一开始说，我又要出手了，我要来救他们，我要请他们停火。后来发觉他又冷眼旁观，原因很简单，因为川普发现他俄乌也停不了，以哈也停不了。现在这场战争，我看也很难停。那他们也知道这个所谓的记忆仇恨也是蛮多，也是没有办法马上处理掉。好，那我现在讲这两边的军事冲突，刚刚这个将军这么细的分析了这个这就叫专业哈。那我当然是我们只能讲半专业，但我不去讲这个我了解的部分，我只能说这次呢非常清楚，就是一个实体和虚拟战。那巴基斯坦基本上看起来都是赢了，而且是从攻和防基本上都算赢了啦。我们先讲这实体，讲不好听，您刚刚有讲到我们家的防里面，我觉得防最重要，他非常清楚讲到了这个所谓的空勤的保障能力，它是比这个飞弹的那个。这个攻击还重要，它甚至比空飞那个空战的还重要，所以防其实比攻还重要嘛。你再厉害，我全部让挡住了，你怎么办？尤其刚讲到未来靠 AI、靠无人机，讲不好听，无人机就算不伤亡，你看像我们对岸中国现在无人机多强啊！他如果送了一堆出去，只要对方很强一防，你不就是被挡住了吗？那他们据我所知，对岸的那个防那个。系统啊，就是这种所谓的预警系统非常强的。当这里讲到了所谓的预警机，刚不是讲到歼多少，现在巴基斯坦不是歼不可没，坚决回绝，这其实跟那个这个监视号有关的哈。我先讲它的预警机，加上它的雷达，它的这个实体的防卫系统已经到它所谓的空勤保障已经到达一定水准，这是它赢的地方。第二个是我觉得它可以很快标记什么呢？导弹的电子身份嘛哈。据我所知。这个呢，在虚拟上也很赢，而且我觉得他这次攻击还有在网络攻击也很成功啊，所以这次印巴战争他们也善用了网络攻击，所以之前不知道巴基斯坦还这么强，还蛮厉害的。我们都听到人口大国印度，这才发觉巴基斯坦当然背后当然有这个一些有力的力量去支持他了，但我们看到了他在防御系统、网络攻击也已经做到了一定的水准。大钟老师这个时间点开打是在 Vance。美国副总统 Vance 去访问完印度之后打的而尤其是当时大家都以为印度会是美国签下来的第一个关税的第一个国家，就搞了半天，最后关税没有成功还先打起来。当然也有人说，难道他是为了不想要跟美国签这个协议，所以用这个方式来吗？显然是有更多的恩怨情仇在里头，所以要调停也更不容易。其实那个副总统范斯第一时间已经讲说，这印巴冲突跟美国没有太大关系，所以这是很重要的讯号。因为在过去，其实美国基本上它的介入会比较深，甚至我印象中，像奥巴马政府时期还有所谓的印巴的特使都有。但是现在虽然国务院说呼吁大家这克制降温，但是基本上美国的介入程度跟过去差非常多，这非常符合川普的风格。那第二点是我也很同意，因为克什米尔问题就是印巴这个冲突的核心关键。我们看历史上有3次叫做战争的，47年、1961、1947、1965还有1971，这3次叫做印巴战争。那其他就叫做冲突。最近一次是2019年，跟这次比较像。
2019年比这次延长的更久一些，而且2019年不只是空中，还有地面上的炮击。那这一次哪时候可以结束还不晓得。但我刚看那个新闻，其实非常有趣。现在印巴双方，我的感觉是会各自宣称胜利，而且有点各自喊话说适可而止，然后就结束吗？我觉得不无可能哦，真的、啊、不无可能，是要因为这个事情是印度一定会动手哈。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次巴基斯坦会比较成功哈？我觉得看了一些分析很有趣。第一个是其实巴基斯坦的战术上还是比较保守跟传统。我们看第一个是他说要发动报复的时候，其实当时对不起印度啦，印度其实精锐进出，杀手锏包括什么类似像这个暴风之眼这种巡弋飞弹，包括这个所谓的这个布拉莫斯这种长程的这种超音速飞弹，还有像是这个所谓的一些铁锤的高精准的导引炸弹，第一时间都用了。但是它用的对象是哪里？用对象是这个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的极端分子恐怖组织的据点设施，它并没有打什么，并没有打这个所谓的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防空设施，还有在边界巡弋的战机，它其实并没有这样做。所以它是打的是什么？就是说我要符合比例的攻击，我也不想要一开始让冲突快速的升高，但是这是给巴基斯坦可乘之机。那第二点是因为这次的报复，印度的报复早就大家心知肚明，因为莫迪讲过好几次，天涯海角要追凶到底，所以巴基斯坦是严阵以待，而且还有2019年空战的经验，其实巴基斯坦是早就准备好在那边要动手，所以这是他的第二个契机。第三个讲到这个枭龙枭龙还是可能有点低估它，因为枭龙是2003年才这个量产，2007年交付给巴基斯坦，全世界最大的使用国枭龙基本上是给巴基斯坦使用。大概有180架到190架。那这一次因为刚刚讲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标风战机，其实标风战机一般来讲，对印度的民心来说，有点是自己的认为是比较大的一个骄傲，它的性能应该是非常强，而且标风是全世界这个标风战机大概有出口大概300多架。但是这一次是什么？可能不好卖。对，就像将军所讲的，其实它是打整体的防空战，还有体系的战争。最重要一点是，其实这次巴基斯坦胜利跟它的预警机有关，它在后面做协同导引，所以让这个所谓的这个印度的战机吃掉苦头，不管是5架或6架，所以这一次是又一次巴基斯坦的胜利。好，接下来看看，当然美中对抗喽，美中的谈判终于登场，就在今天、明天2天，瑞士登场。就在双方谈判代表开始谈话之前呢，川普又发文了。《纽约时报》先报道说，已经把川普的底线预计是50%提出来嘛，结果他发文的是说，我们准备向中方货物征收80%的关税，似乎很恰当，从145到80。刚刚我们前一段节目也讨论到了，145跟80到底有什么差别吗？对于一个国家的这个外销来讲，就已经没差别。他虽然号称就看财政部长贝森特怎么定夺，事实上还是他说了算嘛。那白宫发言人很有意思哦，他继续对于这件事情表示，川普维持他的立场，不会单方面帮川普讲话了不会单方面调降对中国的关税，我们需要中国要看到他们做出让步。中国大陆会做出让步吗？等着看。但瑞士经济部部长说，谈判会以双边会议进行停止彼此货物进口征收关税，暂停。现在是一个至少可以谈的契机。好，到底谁先打给谁约会谁先打给谁？他说这个话居然还现在是变成一个笑话了You call me no， 我看到外媒这样写 No you call me first 总之，不管是前美国外交部长拉塞尔，他的分析是说，这都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过去他的外交经验数十年的经验里头，告诉他说，中国大陆从来没有听过他想要主动跟美国总统通话的，更何况是这一次。所以大家就问川普啦，你不是说你跟习近平通的电话吗？是对方中国需要跟美国做生意吗？他被问到的时候，他就这样回答了，他说我们都可以玩游戏，谁先打电话谁没打电话，这都无所谓，重要的是那个房间里发生的事情。表示都已经说是他先打了嘛，我的解读是如此的。但面子问题对川普最重要，但对于国家来讲，面子真的那么重要吗？重要是实质的利益喽。
这场谈判有各种内幕的分析哦，说川普追求的是一个宏大的经济协议，要拿诺贝尔和平奖的啦，这是他的白金这种形容词。巨额的交易是他的经济版图，而大陆手上的主导权相对的比较大，所以不像川普这么急吗？各种的筹码在手上被形容，但派谁去也是关键。路透社发现，最高安全官员到瑞士参加中美谈判，其实公安呐、公安的部长王小洪去到这里，就说警察局长跟你谈就可以了，没有啦。意思就是说，显然芬太尼毒品的问题会是重要的问题。川普想要大谈关税，全部让利，可是显然在中国大陆的部分说，我们就事论事谈，先谈毒品嘛，你不是说你为这个理由来开启关税大战的吗？所以中美谈判前夕，中媒的部分是说同意接触的原因做了一些分析，3个考虑：全球期待、中方利益、美国业界跟消费者的呼吁。所以在这个正面迎战当中，习近平的被形容分析决心已定，尤其光是稀土矿税这一点、矿物这一点的出口就已经打到了痛处。这也是川普为什么有一部分让步的很重要的关键。当这个稀土重要的资源没有的时候，包括手机啊、重要的电子产品啊都会出问题，所以才会第一个时间就把所谓电子产品、智慧手机的进口网开一面啊，或者是说美国赶快被迫说请求中国赶快取消稀土限制，这个战略显然算是中国打到了痛点吗？那还有春江水暖谁先知？中美谈判到底这2天谈判会有什么好结果？其实很难乐观。可是呢，这些业者、中国的船运代理商，发现蠢蠢欲动，已经恢复购买货柜舱位来装前往美国的货物，看起来非常有信心。出口商都说准备在未来几个礼拜之内就要重新向美国发货哦。那以美国的超市大的卖场沃尔玛来讲，它的纺织品采购积极的转单印度，是为了要避险吗？没办法关税这么高，扛不住所以改到了印度之后，发生的问题是什么？劳动力短缺，产能规模偏小，成本偏高，简单来讲就是不划算。当印度的这个替代市场接不下来的时候，转单潮恐怕没有办法控制接替中国大陆的产品线，所以像 NVIDIA 来讲，计划7月就要帮中国推降级版的 H20的晶片，因应美国各种出口限制。可是我觉得黄仁辉NVIDIA 在这个川普的影响里头，看起来是相当有影响力的，以至于这一连串的政策里，对这几个科技产业都有相当的利多。所以如果转型有重新可以取得晶片的方式来讲，光是大陆自己先发展的晶片跟黑科技，来看看高铁车窗的这个新科技，看看画面就知道，蛮多不一样的地方。在被围堵的世界里，他们自己发展出了一套模式。你看这个车窗是有这个荧幕触控操作，可以用车窗来查询站点资讯，甚至还可以 shopping 购物、充电等等的功能，只要触碰就好。我想看风景的时候，不应该也可以吧？应该可以替换吧？切换，就是黑科技在中国大陆被美国围堵的情况之下，一次又一次证明了它越来越强大。聂老师 ，OK， 这个讲到科技我刚刚突然想到，我今天看了一个那个 YouTube 非常有趣，就是美国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士去问了4个科技人士，这4个科技人包括苏之峰，他问了一个重要问题，说到底中国、美国现在科技谁领先？然后就说好像我们认为我们美国领先，请问他们落后多少？什么时候会追上？结果4个都讲的差不多，因为他们在美国回答，当然都说美国还是领先，但微微领先，基本上转个头就是中国。但是又从某些角度，像你刚刚看到车窗就可以点阅这个，在美国真的是做不到。就跟基建，当时美国这个所谓不管什么交通工具，这个交通这个地都做得很好，可是你没有想到，中国从2004开始提速以后，它的铁公机捷这么样的飞速的这个基建狂魔出现，很快就追上美国了。所以我觉得科技现在美国现在在看谁赢谁输，我觉得都不重要，就不久将来就会被追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不过我先要讲一下您刚刚讲到说，好像这个他们要谈这一次谈的是说要3样东西可以谈，第一个呢是好像要中方的利益，第二个是企业这个顾及到美国企业，他们官媒所发布的3个关键。对，第3个是消费者，但是他们之前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因为这次中国已经丢出了4个字嘛，就是因为在川普1.0版，他们已经知道13轮的谈判基本上并没有成功，而是我在妥协，你还是压着我打。所以他们又经过了拜登这次的科技制裁，所以在这一次非常清楚讲了4个字，叫奉陪到底，而且说了这个战争是你美国要引起的，不管是什么形式，贸易战、关税战，
任何新战争我们奉陪到底，因此他抓了3个重要的东西，那是之前我听到的3个。第一个，你动不动就骂我们、诋毁我们，你要尊重我们，讲到尊重。第二个呢，你这个川普，你这个人出尔反尔，你要有信誉，讲信用啊，要信誉。第3很重要，我们的政策随便就影响我们，要让我们自主。当然，这自主包括解放台湾，所以这个他讲这个很重要。然后再讲筹码部分，他这次为什么那么有底气？你说陆握到了主导权吗？不急吗？我跟你讲有原因。第一个，你看他招式多少，一开始好像那个债抛债，好，我们不管抛多少债。第二个，波音事件，你知道，波音事件你要转单转到印度，他还给你一样洗产地，他学美国 like for like 以牙还牙洗产地啊。那个韩国一样，韩国你要对美国示好没关系，洗产地就是第3招了，稀土矿产。那个北约讲好了，只要已经分析清楚了，未来所有的军事科技的高端的矿产里面，12项中国握有7项，尤其稀土这个，所有那么高机密的军事东西的，它的这个加工率7-9成呢，它的稀土握在控制的70%多。我跟你讲，这时候他帮你美国洗产，你美国很多高端，你说你要再进步，就算你现在领先，未来就只有落后的份。最后现在最近又搞了一个大豆事件，大家也知道，全世界38%巴西出产，好31%，我以前为你友好，跟你美国31%，现在呢我转单到巴西，你看最近这个美国卖大豆的多产，卖玉米的多产，所以我觉得他一再握到了筹码。好，我们今天讲很有趣的就是美国其实急着谈得不得了。中国也很想谈，但中国要有一个条件，我刚讲1、2、3嘛，尊重好这个信誉和自主，又握到了筹码，开始有主导权了。这时候我很想跟你谈，请你做到我可能想要的，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然后李维特是什么？一个小女孩，27岁，动不动都讲川普的话，那就是讲小孩子的话。可是你会发现，川普像小孩子，他说我们不再玩游戏，就算我们玩游戏，不管你打给我，打给你都一样。他不是这样讲吗？这个叫 play game， 然后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是小孩子的玩游戏，而且他们现在从美国丢出的话都是这样哦。中国应开放市场，应哦 ，you should。第二个呢，seems 好像80% 刚刚好，这个数字真的不重要。我讲50以上、60以上都不重要，100多都不重要。从经济角度，你再多，你只要50以上都不要活，全部都挂掉了。什么58%？川普到底是学什么？我不知道。他是做生意的人，是商人，但他不懂经济学。我先讲一下，他用的 seems 好像应该，这都是他们喊出的认定，中国不会认的。好，所以将军怎么看？两个人面子先搁一边，好吧？谁跟谁先打不知道，要谈得出来吗？你讲80%还有什么好谈的？真的没有好谈。我要是习近平，也用2个字 bullshit， 根本没得谈的嘛。跟120一样嘛。这个145、200、300，超过10%以上就没有赚的嘛。真的。所以这次是贝森特去蹭的。何立辉到瑞士是谈别的事情的，他们都是刚好顺便在这里碰到了，来蹭啊，蹭什么？表示说中美要谈，你知道吧？那川普已经怂了啦，他有些已经放水了，晶片放水了，有小东西放水了，因为他最怕的是什么？所有的超市里面是空架子，没东西可买，这个就对民心产生很大的刺激啊。台湾我们都记得有一次卫生纸抢购。每个人都慌啊！我上厕所拿手指头吗？对不对？你不要看这些小东西啊，是有感的制裁。你不要看辉达的晶片，一张晶片10几万美金、20万美金，老百姓没感觉啊。我家从来不会买啊，我买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东西啊。所以这个问题，川普在一直不断的放话。我觉得何立辉跟这个贝森特没什么东西好谈的，绝对没什么好谈的。所以这个问题啊，川普这个人也真是不要脸。哎呀，10天以来已经有11次电话，你有本事公布1次电话录音就听到了嘛？大家习近平的声音大家听过吧？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啊，美国现在自己里外不是人。为什么这次公安局长会去呢？芬太尼本来就是一种止痛药，被美国硬扣上是毒品。只是因为美国的老百姓看不起病，他的健保制度跟台湾差很远，他宁可去买止痛药，吃久了就上瘾，上完瘾以后就跟鸦片一样，人就变成半僵尸。这个问题是你美国自己的处方签开的是不是太腐烂？你医生要管知道的话，没有这么多芬太尼会流到市场上。你跟台湾你现在吃抗生素，不是你想买就有的，这要管制的。所以这次去给你点颜色看看，就是说
我警察局会讲，哎，我们会管制走私的芬太尼，大概会有这么一点承诺。其他的大项的东西，这一次根本谈不出玩意来。只是川普因为在全世界的关税谈判都遭到迟缓，而迟缓的最大的原因是中国站出头来，我硬干到底，让很多国家有底气了。川普在急了，打蛇打七寸，擒贼要擒王，我非要跟中国达成某些协议，这才是川普急得上吊的东西。中国大陆大可不必理你，是再搞下去，连日本、韩国的谈判都不见得有成果。是，的确，大荣老师看到川普就职这个100日以来，街头抗议很多，然后到底干成了什么事情呢？今天还看到一个市长因为移民问题被抓了，还有法官被 FBI 冲进去抓的，国内问题已经够惨了。如果在这些国外的问题里仍然没有办法解决的话，真的是 hold 不住啊。我觉得川普现在是急于取得一些外交上的一些突破，来视为是一种这个政治上的加分，但其实每一项都不容易。好，它包括俄乌战争。包括美中其实是难度最高的，要达成任何他所期待的协议是最难，甚至包括一些像跟伊朗可能还好一些，美国跟伊朗之间谈判，那更不用说还有很多很难以解决的问题，全世界的关税问题。那第二个是最近1-2月大家回顾一下，关于美中的高层接触就是雾中看花，雾里看花，对不对？因为川普所要的这种王见王的那通电话，始终是这个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啊！但是这一次的瑞士这种谈判或者是这种会晤的方式，一般来说大家还是有预期到，就是说基本上中国大陆有没有不谈的底气，有一些，但是谈好不好，我觉得北京还是希望能够谈。当然，但是因为从川普1.0学到太多的经验跟教训，所以他非常的审慎小心，基本上是严阵以待。那第二点是这次我们可以看到是何立峰这个对这个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还有这个贝森特，那我觉得假设这次会谈有比较好的一个成果，大概就是有继续谈的这个呼吁双方。第二个就是因为芬太尼这个事情是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比较没那么复杂，容易解决的，所以北京把这个球放出去，基本上是假设来测试一个基本的诚意。或是说，假设我会有个双方有个比较能够彼此说，有基础成果的下台阶，这难度是比较低的。所以现在做法就是堆积木，从最简单的开始。但是一般来说，并没有很乐观。为什么？因为川普1.0的时候48个月，我带大家回顾一下，前面15个月，就是在2018年3月份开启贸易战之前，这15个月基本上还可以，花了15个月破局。那从2018年5月份，就是7年前的现在开始，刚刚聂老师所讲到的。第一阶段贸易谈判谈了多久？18个月，13个回合，最后是在2020年1月在白宫刘鹤去签署第一阶段谈判协议。这时候川普的任期已经花了3/4。那2020年一开始疫情，这整个基本上无法实现。那这个就是对中国大陆来说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搞了老半天的东西，但是美中关系基本上是无解的，这结构性的问题会大过于这些比较技术性的谈判的成果。